大家好，我是顾明明，又见面了。本期是上帝视角看 GPU 的第二篇。上期我们介绍了一个基本的 GPU 应该包含什么样的流水线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新的需求逐渐出现，我们就来看看如何从基本的图形流水线逐步扩充成现在的样子。前面讲的 Vertex Shader 和 Pixel Shader 都是单入单出结构，它们只接受一个输入单元，处理后输出一个。然而，这样的流水线有个缺失的功能。如果我们要处理的单元不是顶点，也不是像素，而是一个图源，那就做不了了。这个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 shader， 叫 Geometry Shader。它相当于把 Primitive Assembler 给拆开了。Vertex Shader 输出处理后的顶点之后，整个 Primitive 先被送入 Geometry Shader， 处理后往下做 Primitive Assembler 的剩余事情。Geometry Shader 和前两种 shader 相比，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单入多出。一个 primitive 进入 Geometry Shader 可以输出多个 primitive， 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三角形移动位置，或者一个三角形切成多个。它的存在使得 GPU 可以做非均匀输出这样更加灵活多变的任务。比如第一个三角形输出一个三角形，第二个三角形输出5个，第三个三角形输出3个。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Vertex Shader 和 Pixel Shader 都是必须的，如果你不指定，就无法串起整条流水线，而 Geometry Shader 是可选的，不指定就表示直接往后连。Geometry Shader 输出的 Primitive 不但可以进入 Primitive Assembler 完成整条渲染流水线，也可以把数据直接输出到内存，这个过程称为 Stream Output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指定 Geometry Shader， 从 Vertex Shader 直接输出，这就给了从流水线中间直接导出数据的能力。有时候我们把 Vertex Buffer 里的顶点处理一遍，存出去，之后反复多次使用，以减少重复计算。但是这里有个问题， Geometry Shader 看起来很灵活，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然而一用就发现性能奇低无比。正因为灵活，硬件无法做各种假设来优化性能，只能实现得非常保守。尤其是把一个三角形切成多个的情况，本来是个算法固定的操作，但如果全面弄成可编程，硬件在执行之前甚至不知道你是要细分三角形，更没办法优化。随着三角形细分这个需求逐步增加， GPU 的流水线在 Vertex Shader 之后加入了专门的 Tessellation 功能。它不是一个单元，而是3个。首先有个可编程的 Whole Shader， 在里面可以指定每个图源需要如何被细分，比如内部分成多少个，每条边分成多少段。然后有一个固定流水线的 Tessellator， 用固定的算法来执行细分。紧接着是一个 Domain Shader， 根据细分的参数负责计算细分之后每个顶点的信息。这部分也是可选的，如果不启用就直接往下送。这时候有人就想了，既然 GPU 有这样强大的计算能力，那不光可以做图形渲染，还可以用作更加通用的并行计算。最早的做法是渲染一个覆盖屏幕的大三角形，在 Pixel Shader 里做通用并行计算，相当于每一个 pixel 是一个线程。这样虽然能解决一些问题，但单入单出的限制仍然存在，并且仍然要让数据通过 Vertex Shader、Rasterizer 等整条流水线，还是存在浪费。再加上这种方式使得开发人员必须学习图形流水线，提高了门槛。即便如此，也仍然没有阻止2003年左右的探索者。这个发展起来的方向被称为 GPGPU， 用 GPU 做通用计算。这个需求进一步催生了有硬件支持的 GPGPU， 可以多入多出，可以任意读取，可以任意写入，不再需要经过那些固定流水线的单元，利用 GPU 上的计算单元进行并行计算。这种 shader 叫做 Compute Shader， 它独立于图形流水线单独存在。输入输出都是内存，限制比图形流水线小，整条计算流水线只有一步，使得开发难度和程序构成更接近传统，门槛低了很多。至此 GPU 的流水线已经非常接近现在的了，能满足实时渲染和计算的各种需求。同时 GPU 的流水线也变得非常复杂，还能更复杂点吗？能啊，在 Rasterizer 之前的部分 Vertex Shader、Whole Shader、Domain Shader、Geometry Shader， 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把几何数据该变换变换，该拆开拆开，
最后送入 rasterizer， 但它们都无法脱离输入的几何数据。要渲染更复杂的物体，就得输入更复杂的数据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在少量甚至没有输入数据的情况下，让 GPU 自己生成大量复杂的数据。Compute Shader 任意读写能做这件事情，但它不能接入 rasterizer。这个需求催生了 Amplification Shader 和 Mesh Shader。Amplification Shader 负责指定执行多少次 Mesh Shader，Mesh Shader 负责产生几何体。这时候渲染的单元就不再是图源，而是一小块网格，称为 Meshlet。当一个 Meshlet 送到 Amplification Shader， 它可以决定这个 Meshlet 是否需要进一步处理。如果要的话，就往下送到 Mesh Shader， 产生带有丰富细节的一堆图源。虽然这两个 Shader 就能取代原先那一堆，但支持的 GPU 和使用它的程序并不多。在现在的 GPU 里，它们仍是和原先的流水线并存。当然，需求的发展并没有停止。这些年来，游戏用了各种方法提高真实感的体验。这些方法往往互相冲突，或者用了各种限制很大的 hack。另一方面，光线跟踪这个古老但通用的技术一直没法很好的在 GPU 上应用，因为它不但计算量大，还跟基于光栅化的渲染方法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流程。长期以来，研究人员一直在尝试如何用现有的 GPU 实现更高效的光线跟踪。这样的需求终于随着 GPU 提供光线跟踪的能力而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。这时候又出现了一条独立的流水线，包含多个新类型的 shader。Regeneration Shader 负责生成光线， Intersection Shader 负责判定光线与物体是否相交， Any-Hit Shader 在光线打到物体的时候判定是否要继续往前走， Closest Hit Shader 在光线打到物体的最近点计算颜色， Miss Shader 负责当光线没打到任何物体的时候计算颜色，以及与它们配合使用的 Callable Shader 可以进行动态调用。后面会有一期讲解硬件光线跟踪的细节。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在更多领域，比如 GPU 加入了计算神经网络专用的 Tensor 计算模块，视频编码解码专用的模块等等，都是独立的流水线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CPU 和 GPU 的第二个大区别。CPU 的目的是一个通用模块，编程的时候一路往下写就是了。GPU 则分成多个模块，各有各的特点和用途。编程的时候就需要开发者对这些模块有比较明确的了解，在程序里安排如何使用它们。目前的 GPU 这些流水线之间不能互相调用。如果你要在图形流水线里用到计算流水线，就得先调用计算的，把结果写入 texture 或者 buffer， 再在图形流水线里读取。10多年前我提出过可配置式流水线的构想，不但有可编程单元，连线也是可编程的，这样就能根据需要组装流水线。然而到了现在，也没有这样的 GPU 出现。不过现在图形流水线的各个单元也有了任意输出的能力，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在 GPU 上做开发的人分为两大阵营，一类基本只用 GPU 的图形流水线，典型的是游戏和图形的应用；另一类基本只用 GPU 的计算流水线，典型的是机器学习的应用。由于后者在这几年非常火，从 PC 到手机到服务器都有覆盖，以至于有些自称做 GPU 芯片的公司做的是所谓的 GPGPU 芯片，只有计算流水线的通用 GPU。正如我在上一期里说的， GPU 的 G 是 Graphics， 只有了图形流水线才能叫 GPU， 只有在 GPU 上做通用计算才能叫 GPGPU， 只有计算能力没有图形能力就敢叫 GPU， 只是在诈骗而已。没有图形能力的图形处理器，这不自相矛盾吗？更何况，即便在纯计算的情况下，一些固定流水线单元也可以好好利用，作为通用计算的补充。比如 rasterizer 可以作为高效的差值器，把一些数据线性扩散开来。Output Merger 里的 Alpha Blending 也可以用来作为高效的数据累加器，这些都能进一步提高通用计算的性能。至此，在逻辑层面，我们看到了 GPU 是什么，现在的 GPU 应该包含哪些东西。但是，如果按照这个模块划分直接去实现 GPU 硬件，会有两个巨大的问题。第一， shader 的种类那么多，如果一个程序只用到了一部分，负载不平衡，其他的计算能力不就浪费了？第二，流水线已经这么复杂，如何在有限的成本内把它安排到硬件上？
还好，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来解决。本期我们把 GPU 逻辑上的模块补齐了，建立了在现在的需求下 GPU 应有的组成。下一期我们将更深入一步，看看意念层面 GPU 的构成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